大家好，我叫王耀凡，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下我的工作。我是一个法医，对，大家平时应该很难见到法医，尤其是活着的时候。前2年有一个很火的话题，他问：假如你的老板掉进河里，你的专业能为他做什么？我的专业得等。等他被捞上来。大家对法医的印象可能都是来自于影视剧，那里面的法医一个个又高又帅，真的很过分。有时我跟朋友介绍说我是个法医，朋友反应都是啊，不像啊。做法医长那么帅没有用，你再帅，我们那里没有人睁开眼看你。不可能说外面来一个很帅的法医，里面就开始尖叫。啊，这个法医好帅呀！我死了，我死了。不会。所以在我们那里，长相不重要啊，关键是要有力气，因为得抬来抬去嘛。我刚做法医的时候，手脚很笨，抬到一半掉在地上，真的丢死人了。哎呀呀呀呀！哎呦我天哪！我当年学法医完全是个意外啊！选导师的时候，有些很热门的导师，我怕抢不上，于是我选了一个相对冷门的。导师听说有人选他，也很激动，约我马上见面，但是见面地点在太平间。我就看着那一排大冰柜，心想，我选的冷门导师，该不会是冷柜专业吧？那一见面，导师就告诉我，他说：“小王，欢迎加入法医。”我说：“老师，您的简历上没有写法医。”他说：“啊，对，之前写了，没人来。”我就在想，我到底要不要继续来学法医？然后我导师一句话点醒了我，他说：“小王，别的专业各有各的好，但我们法医绝对不会有医患矛盾。”我想对呀，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法医是不可能收到差评的。很多人一提到法医会联想到一些恐怖的情节啊，一个人面对尸体啊，其实一般不会啊，因为涉及到一些证据的有效性，我们法医很多时候是不能单独面对尸体啊。工作现场人很多，有拿刀解剖的，有拍照摄像的，还有新来的在旁边吐的。有朋友很好奇我们法医的收入啊，就别的单位我不了解，在我们单位，我的收入方式是计件的。境界太地狱了。就这种薪酬制度，你要在别的行业可能很科学，但是在我们这里很难提高我的工作积极性。想加班是没有机会的，这个机会也不能自己去创造。啊，真的很喜欢在台上讲段子啊，很喜欢这里的氛围，这里活人多。阳气重。有时遇到冷场我也不怕，因为我那边场子比这里冷多了。冷柜专业嘛。我反而担心的是大家过于热情啊，有观众在后面喊笑死人了。那在我听来感觉又要加班了。非常感谢大家热情反应，我是法医王耀凡。大家好，我叫王耀凡。我之前是一个法医，但是我从来没去过案发现场，都是别的法医打包带回来。我们在一起分析死亡原因啊，这人死于脑梗，这人死于心梗，这人死于谐音梗。分析死亡原因其实是相对简单的，就可能很多朋友不了解，很多案件最麻烦的环节是要找到死者的身份信息。
他是谁？他从哪里来？他到哪里去？这3大哲学问题，在我们这里是技术问题。因为很多人他出门不带身份证，所以我经常提醒大家，就是你出门还是把身份证带上。万一临时出个差。不知大家发现没有啊？就是每一个小圈子里，学医的朋友一般都很受欢迎，因为他们有一些关系可以帮忙挂号。我就是个例外，就他们挂不上的号，我也挂不上。我有那些关系的科室呀，都不用挂号，他们也不想去。好在我这个专业在家里还能发挥一些作用，那一到节假日，我的爸妈都盼着我早一点回农村老家，回去杀鸡。他们觉得我杀起来更专业，找准要害，一刀毙命。也不光是我爸妈，这个我们家的鸡们可能也在盼着我早点回去，我来杀至少能给个痛快。有一次我回去晚了，我爸等不及了，自己动手去杀，一刀下去，鸡没死，跑了。满院子追，那场景简直是鸡在飞，我爸在跳。法医杀鸡真的很容易啊，但带娃就一言难尽的。在我家有那个人体器官模型，就塑料的，是给学生上课用的教具，但是我女儿把它当成了玩具，经常跟小朋友分享。那场景就很诡异，那几个小孩坐在一起啊，有人玩恐龙，有人玩奥特曼，有人玩肝脏，有人玩大肠，塑料的嘛。他还带去了幼儿园，幼儿园老师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家孩子带这个玩具也不是不行，但是能不能告诉他玩的时候不要把肠子掏出来？我说好的好的，老师我一定马上管教一下。我说你怎么回事呀？谁让你把肠子掏出来的？讲了多少遍了？应该先掏心脏。专业的法医应该先检查胸腔器官。有朋友就喜欢跟我探讨一些死亡的话题。他说老王啊，我抽烟这么厉害，我将来会不会得肺癌死掉？我马上安慰他，我说大家年纪轻轻的啊，你不要想以后的事情。你这么胖，应该会死于心脏病。那朋友听了觉得我有道理啊，他说那我要是活的时间长一点，想活得久一点，那我是不是应该先减肥再戒烟？那我就继续安慰他，我说那也不急啊，疾病的发展是有个过程的，不要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失去信心，你完全有可能死于车祸。听到这里，大家不要太悲观，就是生命本来就是很脆弱的，尤其是在我们法医的眼里。毕竟那些强悍的生命，他也不会到我们法医来啊，所以最后祝大家一路强悍到底，啊，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然活着。谢谢大家，我是王耀凡。大家好，我叫王耀凡。我们这一期的话题是讲疯癫。我之前确实是一个法医，后来开了一家餐厅。大家不要担心，我们餐厅大部分食材都是通过正规途径采购来的，其中还有一小部分是我们的特色食材，其实是那个法式焗蜗牛里面那个大蜗牛，我们开发了一系列的蜗牛川菜，然后在成都最繁华的商业街区开了一家蜗牛主题餐厅，是不是很有创意？赔得老惨了。开餐厅真的太难了，管理员工就很头大。就是我们很多员工很年轻，顾客是不是上帝，得看员工是什么心情。他们心情不好的时候是会和顾客吵架的，所以我经常劝架。我去了之后就把顾客拉到旁边赔礼道歉，我说实在是对不起，你不要跟小孩子一般见识，那孩子这里不太正常。然后过来安慰我的员工，你不要跟那顾客一般见识，我发现他这里不太正常。你要知道，我之前是法医，你得相信你老板的专业。那有的员工呢，他会在某天早上睡醒之后，突然想明白一些道理，然后决定不上班了。劝都没有用啊！到最后我说，这已经到点了，你不来上班，我们可能就要扣钱了。
他说那扣就扣吧，我一个打工的，你除了扣钱还能把我怎么样？真的没办法，你们也这样想吗？真的，我作为老板，我觉得扣钱就算抓住了他们的命脉，结果人家根本没有卖。所以我在餐厅主要就做2件事情，要么在劝架，要么在顶岗，要么劝完架马上顶岗。那些顾客结账的时候会跟收银台小妹提建议，她说：“你们那个年纪大的服务员得加强培训。”那服务员一看指的是我，赶紧跟顾客道歉啊，不好意思，你也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他呀这里不太正常。其实这都小问题啊，也不至于我们餐厅亏。我刚才有一个细节没有介绍，就是当年当我们把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全部投入之后，准备大捞一笔的时候，刚好就是2019年底。不仅没人啊，我们的特色食材蜗牛没有过几天之后，就被网络平台单方面判定为野生动物，封杀屏蔽了。蜗牛2个字变成了星号。所以当时如果你点进我们的商户界面，你会发现我们有很多好评，但是你读不懂。哇，这家餐厅的星号真是太好吃了！我没想到星号可以做出如此美味。我要安利全世界的人来成都吃他们家的星号。但我之前那个法医同事啊，看到这些评论还来问我，他说：“老王，你们餐厅到底用的什么食材？我能不能也开一家？”我那段时间经常都是借钱发工资的，那小伙伴领了工资之后喜欢聚餐，火锅、烧烤、K 歌、洗脚，一起碰杯，发个朋友圈，附上文字“岁月静好”。那有的人喝得太高兴了，忘了屏蔽我，被我看到了，我忍不住在下面回了一句：“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负债前行。”过一会儿我又觉得不对啊，不能跟员工这样讲，马上跑去删评论，发现找不到了。果然还是把我屏蔽了。我们还给一些单位提供那些团餐、会议餐，但是有的单位他结账，他要拖很长很长时间。我每次去要钱，他们说还在走流程，还跟我解释说让我不要着急，他们只是流程慢，毕竟他们体量大，他们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事实证明，他们流程确实很长，就是我们餐厅都倒闭了，他们还在走流程。那个欠我们饭钱的大单位，那个死骆驼。那成了压死我们这根稻草的最后一个骆驼。我们倒闭了嘛，最后退场就请了很多二手商贩来回收我们的设备，就拆空调、搬桌子啊这些，几十个人在餐厅忙活。那是我们餐厅开业以来最繁忙的一天。那我看着那个场景，我就感叹，我想起一个词“鲸落”，就是说大海里面那个大鲸鱼死了之后啊，它的尸体可以滋养成千上万的生物。啊，我当时觉得好悲壮呀。但马上又觉得不对，人家规模大的才配叫鲸落，我们这个规模那就好比路边一条流浪狗死在了绿化带，所以我们不配叫鲸落，只能叫狗带。没办法，后来呢，我一个那个法医同事，啊，听说我把设备卖了，他还觉得挺可惜的，这早知道把设备留给他了，他也想开餐厅了，他也有特色食材。好，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减七，我最近觉得我思维不是很正常，我不知道我自己多大，我只知道我20多岁，而且我数学特别的不好。我有次打开计算器，用今年减去我的出生年，我是99年的，我就打25减99，然后我看我今年负74了。啊，宝宝，你是一个早产儿啊！作为一个早产儿，我还是觉得我很聪明，我很聪明。比如说，我想在我脑袋的2边纹身，我想在我头发底下就贴着头皮纹一句话，我想纹一句：“不是让你别减这么多吗？”总在想一些没有用的。我最近一直在想小彩旗，你们还记得吗？15岁的小彩旗在春晚上转了4个小时。我当时看电视的时候我就不能接受，
因为我是一个东北孩子，就在我的世界观里，它就不存在一个台子上它能一人转，你们懂？他就转。我去查了一下，他跟春晚的渊源啊，一开始他是在一个舞会上转了2个小时，没有人拦下孩子。冯小刚看见了，说你能转2个点，你就能转4个点。他不像一个导演，他像一个基金经理。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小彩旗转完之后，它没有一个结束的镜头，就5、4、3、2、1，过年了，画面切回来，它就消失了。为什么不给他设计一个谢幕呢？我好奇呀，我在乎他。你好歹让他转完走一下直线吧。不理解，不理解。哦，还不太理解奥运会当中的马术项目。我觉得奥运会啊，你不应该比的是人更高、更快、更强吗？那马驮着你又跑又跳的，啊，最后领奖你自己上去了啊。我当时还看见有一个新闻啊，说一个澳大利亚的马术选手，他的药检呈阳性。我说哥们儿，咱那个兴奋剂是不是扎错了？你那么嗨要干啥呀？啊，人家比赛人都骑着马过去，你要背着马上去是吧？我甚至都怀疑这哥们儿他本来他就不是马术选手，他就是嗨了。他一走到那儿，哎，有个马，啊，走就走了。好多人说我的思考非常幼稚，可能是因为幼稚的原因，就我在感情里面也没办法给对方很多的安全感。我记得我有一个前任，他就教我，他说你等我每次上车之后，你把车牌照拍下来发给我，这样我会比较有安全感嘛。我就是这么做的，然后过2天他又跟我生气了，他说：“哎呀，那公交车不用拍。”我就这样，我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我从小到大，我身边也没有太成熟的人。我发小也是，我发小他就是幼稚到有一点抽象，就他仿佛完全没在现代社会里生活过一样。一个东西他愿意念什么名，他就念什么名。前2天我问他一个动漫用什么软件看，他说你就用那个哔了哔了呀。我认识他15年了，也不知道他下句话要说什么，他脑子里究竟在想什么。他每天就幻想自己是2次元当中的主角，今天是炎龙侠，明天是迪迦。我说那你最喜欢的2次元角色是谁呀？他说是欢欢。我说欢欢挺冷门啊，哪部作品里面？他说欢欢你不知道啊，福娃。我说没想到还是体制内2次元啊。就有时候我都跟不上他跳脱的思维啊。我跟他在路边挑饭店，我说吃羊蝎子吗？他说不吃了，我海鲜过敏。就首先他以为羊蝎子是蝎子，其次他以为蝎子生活在海洋。我说哥们儿，那蝎子是山里的呀。他说是哈，你一说闻着是有股膻味儿。他有一套自己非常抽象的逻辑。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说：“哎，你有没有想过，其实爬山虎比壁虎更应该叫壁虎？”
我说谁？他说你看爬山虎它永远生长在墙壁上，所以它应该叫壁虎。壁虎是总是在墙壁上往上爬，像爬山一样，所以它应该叫爬山虎。我说你给我枪毙了好不好啊？那我脑袋留着还有用呢？我现在分不清爬山虎、壁虎了。但我也在山上看见了一种幼稚的力量，我就发现，当你一个人你能做到极致的抽象，你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你的心将是铜墙铁壁，你受不到一点伤害。我跟他去参加初中的同学聚会，然后有个初中同学就特别装，跟我们说：“你们呐，以后还是得挣钱呐。你看哥们，我现在啊，银行卡现在7位数了。”我心都碎了。我发小是大吃一惊，说：“啊，多少？我银行卡怎么16位呢？”你是不是因为注册的早啊？好，讲到这儿吧，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石岩。我们家有一个小孩儿，现在孩子长得太快了，现在比我高，我都有点不太适应。真的，我从来都没想过，就是对于比我高的人，我还有抚养的义务。反正现在他管我叫妈，我想管他叫爸。我老公既是孩子他爸，也是我爷，也是他自己的孙子。我爸快到青春期了。如果你们家里头没有那种青春期的小孩，其实如果你上网的话，感受是一样的，就都是那种文化程度不高，然后自我意识很强，脾气也不太好。前几天我接孩子放学的时候，就听见2个小孩说，他说今天学的《三国演义》，写的什么玩意儿，想给罗贯中祖坟刨了。我就说文艺圈不好混吧，死多少年了，还有差评呢。他朋友就说，他说啊，那不是文艺作品吗？他说那不行啊，他把曹操写成卑鄙小人了，我觉得他伤害了我，因为我就姓曹。那孩子就说，他说那曹雪芹还姓曹呢。他说曹雪芹哪一班？曹雪芹啥哪一班？曹雪芹讲脱口秀的。我青春期的时候没想过刨人祖坟。我是属于那种胡思乱想、智性恋。我那时候成绩不太好，然后但是我生物学的还行，我就天天担心，就是担心将来自己的孩子笨。那个时候就有了那种很严重的生育焦虑。反正我不知道我的孩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天上选妈妈的。我上初中就开始给他选爸爸了。我那个时候我不看帅哥我也不学习，我天天在教室里头研究学校成绩那个大榜。怎么说呢？反正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还是喜欢榜一大哥。但是第一次做父母嘛，确实是踩过很多坑。之前给孩子买过那种学习机，拿到手之后就感觉自己降智了，感觉自己说话像个傻子似的。我说孩子，你看妈妈新给你买个学习机，玩不了游戏，多有意思。你学习吧，他说是学习机，其实就是那种没有游戏的平板。就放在那块儿就是落灰，就天天就是落灰。我说这是学习机吗？这不灰机吗？哎 ，Windows 不联网都能有个扫雷，他没有。好不容易找着一个游戏背单词儿的，说一个单词儿，那个小怪兽就没了。
你再说个词组，大怪兽没了。但是你想干掉那个大 boss， 你得说一句流利的英语，你就感觉说的不是英语，是咒语。这游戏玩通关之后，孩子就跟老佛爷似的，满脑子就一个想法：我要洋人死。这家长现在就是很脆弱，我就感觉很容易就被一些东西击碎。前2天我在那个书店，在畅销书里看见一本书，叫《手把手教你上大专》。我有点崩溃了，当时我说什么玩意儿？上大专还用看书啊？哎，伤害你。上大专有没有可能他就不爱看书？我说这个世界好像变了，就跟我那个时候不一样。我上学的时候看的啥呀？我上学的时候看的可是哈佛女孩刘亦婷啊。后来我上的大专吗？现在当家长了，直接给你摆一本上大专，让你认清现实。真的，我就问他们店员，我说，你说现在看点啥课外书还能上哈佛呢？他说，要不你看点课内的呢？就是现在书看不明白，现在孩子书包我也看不明白。现在小孩的书包叫大容量减负书包，你就感觉这个书包厂家的老板，他小学就辍学了，因为他但凡念到初中，他马上就能学着物理了。那玩意儿体积越大，质量越大嘛。你体积要变大，质量变小了，那确实是减负了。物理书没带。我就问他们客服，我说你这个大容量减负又是什么原理呀？他说我们吧是在这个书包里头加了一块板子，减少书包呢跟孩子这个颈椎的碰撞，让孩子感觉到减负了。我说那没毛病，你这书包容量不大，你都放不下这块板子。啥叫大容量能感觉到减负了呀？话还能这么说呢？那以后话都能随便说了。我感觉这抽烟还能润肺呢。我感觉喝酒可以保肝随便说呗。我感觉赌博可以发财。别随便说了，我感觉录这个节目可以交到真心的朋友。随便说，感觉他们请的这些嘉宾、明星、各位导师，他们都是真的懂喜剧。随便说，我说的是上一季淘汰的嘉宾。哎呀，感觉现在自己有点喝多了呢。随便说了，感觉相声还是有未来的。话都随便说了，现在就感觉家长这些话都随便说。前2天我闺蜜就跟我说，她说：“哎，你说等咱孩子高考那天，咱们是不是就可以穿旗袍了？”我说又开始随便说了哈。我说孩子高考为啥妈妈要穿旗袍啊？腿上写答案了。这个又是什么原理呢？怎么孩子打野辅助咋是换上皮肤了？他说那个旗袍嘛，旗袍旗开得胜啊，寓意好。我说那是，我说那不爸爸光膀子寓意也好啊，寓意每个孩子都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所以我有的时候就觉着《花样年华》里边张曼玉跟梁朝伟他们就是没有孩子，他们要是有孩子的话，根本就浪漫不起来。张曼玉天天穿个旗袍叼个小烟儿，就是等孩子放学呢。梁朝伟说如果还有最后一张船票的话，张曼玉说别闹了，孩子今天高考。我今天所有的话都是瞎说的，对不起。但是我现在还有一句正经话要说，其实可以不用把旗开得胜的重任放在妈妈身上，
因为孩子有孩子的人生课题，妈妈有妈妈的花样年华，不然的话，我们都是一样的年华。讲完了，谢谢。大家好，我叫陈爱。我去年过得不太好，一直在搬家，而且很倒霉。我搬到哪儿修路，搬到哪儿修路，我都怀疑上海这城市发展不会是我带动的吧？怎么追着我发展呢？是不是上海原本都没有这么多路？我搬多了，才有了路。最近住的地方倒是不修路了，给我弄终点来了。我甚至发现附近还有个火葬场。本来我只想找个偏点的地方，那这也太偏了，偏到让人觉得这地方就该有火葬场。还有农家乐，也合理，喜丧嘛，方便吃席。这边刚烧上，那边已经起菜了，真的很近。我在家导航过，我家离火葬场不到800米，导航推荐我步行。现在出发，预计10分钟到达目的地。这个距离让我特别有安全感，感觉人生都有了退路，就很方便。我去剧场坐地铁还要1个半小时，火葬场10分钟走到了。你知道这对我的意义吗？脱口秀讲得好还行，要是讲得不好，我就去那边逛逛。这儿火不了，还能去那儿火一把。没法在台上风光，我就去火葬场风风光光。而且当你的人生有了退路，你的心态都会特别好。比如我现在都不怕别人催婚，每次听人说你现在不结婚不生孩子，以后死的时候都没人给你送终。我想10分钟的路，送啥送？他们来的没我走得快呢。而且送终这事儿我有经验，我送过我姥，还是2回。因为前几年我姥姥90多的时候说不行了，当时我们所有人请假，坐最快的一班飞机，专门跑过去给我姥姥送终，送了2个多月，没送到位，就先回去了。走的时候，我姥姥还挺精神，还说要送我。真的，送终真的不能太久，心态会变化。刚去的时候，我想，姥姥，我舍不得你。但2个月之后，我开始觉得，早知道换个便宜点的高铁了，反正你又不着急。来的早不是来的巧吗？所以电视里见亲人最后一面都是姥姥我来晚了，我们是姥姥我来早了，就不能有一次正好，说姥姥我来着了。而且我姥姥后来也没走嘛，她就过了1年多之后才走的。这中间我还生了一场大病，差点走他前面。走他前面也很尴尬，我姥姥得咋想？太客气了吧？说好送我走，咋成带我走了呢？所以经历过这件事之后，我绝对不让别人给我送终，因为我特别害怕麻烦别人，尤其是让别人把所有事都推了，专门过来等我死，没有礼貌。而且是等我死，就
你们被人等过没有？本来也不着急。越等越急呀、还是这么多人同时等我，就感觉再活下去都有点不懂事儿了。所以到时候他们来，我也会把人都赶走。我说都回去吧，别等了，我按照自己节奏慢慢来。真的，我觉得送终这件事儿就是有人在你面前等你死。一旦弄清它的本质，甚至可以改变一些规则。比如送终一定得是亲人吗？仇人也行啊。反正大家目标一致，就是送你走嘛。反正我不知道你们，但是如果我哪个远房亲戚要走了，我都不一定想去。我想谁呀？没见过，没啥感情。但如果我最恨那个人要走了，我绝对去，感情太深了。我不光想送送他，我都想催催他。甚至到时候他走了，别说请假，辞职我都去。反正公司少我一个也死不了，但那边少我一个，我怕他活。而且我送终应该比那些亲人有效率，只要我去，一定给他送走。你们应该也能听出来，我现在有点绝望。确实，今年录这个节目，演员一个个都很卷，还在那争什么复活金牌，有啥用？能复活我姥姥吗？而且我看到这些人在台上那么拼，我就想，你们这么努力图啥？不就是想火，想燃吗？我家那边也能办到。一会儿讲完，有梦想、有野心的人都跟我回去。很方便。你在台上想火，需要很努力逗笑观众，也不一定成功。但到我家那边，只需要先躺平，然后跟师傅说：“麻烦你，我要大火。”这样就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嘻哈。谢谢，今年终于上来上节目了啊！因为一直有工作，是个空姐。你们今天的反应真的很棒。之前有些观众听到这，你根本就不像，我又不直接这样上。我们空姐要选上之后，要经过非常程序化并且非常系统的培训之后才能上岗。我觉得能理解，但是唯一不能理解的是，其中有一项培训很奇葩，就是把我们所有人带进一架空飞机，给我们一个真实的餐车、水车，让我们对着空座位想象那里有旅客，给他们服务。无法想象是吧？给你们演示一遍，空的。你好，欢迎乘进里面，请不要打我。就想象嘛，而且还要考试，所以考试当天我就发得很快。我说老师，我发完了。老师看着我说，你怎么这么快就发完了？你同学才发2排，你怎么这么快就发完了？我看着一脸认真的我的老师和我这边的空座位，我说、我这边的旅客他们都不要。我老师非常生气，看着我说，我飞了这么多年，第一次看到飞机上138个旅客什么都不要。我说小声点，他们都睡了。模拟？你怎么模拟？当我真的上飞机工作之后，我发现有些问题真的模拟不了。你不要说旅客的行为了，我连我同事的行为都模拟不了。有一次飞行，我和我同事一起给旅客发水，
他一不小心把水洒在了旅客身上，当时情况非常紧急，我看了他一眼，他突然开始假装飞机颠簸。他开始好颠，颠回了工作间。当时那个旅客端着杯子看着我，我看着越颠越远的同事。我那个旅客问我到底谁在颠？啊，这个水有没有人过来擦一下？我当时心里想的跟我手上做的事情一模一样。我说，哈哈哈哈，我擦。真的很多东西是模拟不了的，一旦跟人挂钩，人是很复杂的，对吧？模拟不了。有一次，一个旅客上飞机，自己的耳机坏掉了，找我要飞机上的耳机。但是因为飞机上耳机的插孔跟他的手机插孔不匹配，而跟我大发雷霆。我给他报纸杂志他都不要，他一把给我摔开，他夹着机票指着我的脸说：“我今天上飞机就是专门来听歌的，听不了歌我就投诉。”他这句话简直给我当头一棒，当当。而且当时周围所有的旅客都已经探出头来想看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了，我被逼到那个地方没有办法，我蹲下问他：“你想听什么？”我给您唱。他说铿锵玫瑰，我说我不会。他投诉一切美好只是昨日沉醉。单，最后还是被投诉了，因为把他旁边的旅客唱醒了。旁边旅客拔地而起，老子今天上飞机不是来听你鬼叫的。而且我飞得越久啊，处理的事情越来越复杂。前段时间有一次夜航，一个旅客坐在3个人一排的中间位置，飞行时间太长了，他觉得有点热。他就去厕所把他那个秋裤脱掉。他脱秋裤我能理解哦。他脱的时候看到那个厕所有那个洗手液，他将就在厕所把他那个秋裤洗了。他该不会觉得飞机颠簸可以把他那个裤子甩干吧？洗完他拧得半干啊，他偷偷出来。悄悄地走到自己那一排，夜航嘛，所有旅客都睡了。他打开他头顶上方的行李架，把秋裤晾在行李架的边缘，然后把行李架盖了过去，最后把裤腿轻轻地搭在过道旅客的肩膀上，像献了一个哈达。而做完这一切，他发现过道旅客并没有醒。他悄悄地跨过他，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他以为这一切没有人看见，可是靠窗的旅客看到了。我这样说，大家是不是有点科幻，有点想象不出来这个场景？我们看一下气氛组的老师，就类似于郭麒麟把他的秋裤洗了之后，晾在了杨天真的头上。杨天真醒的时候被滴醒了，发现一身都是水，把空姐叫过来说是谁的秋裤。当时空姐目瞪口呆，杨天真怒发冲冠。郭麒麟默不作声，这条秋裤无人认领。但是当时马东站起来揭发了郭麒麟，郭麒麟反手一巴掌：“你是奇葩吗？什么都说。”当时天真气得都不天真了，哇，3个人打得不可开交。我当时啊，就跟侯佩岑老师一模一样，礼貌的微笑站在旁边，你们不要再打了啦！怎么办？好害怕！当时场景就是这个样子，跟大家还原一下，来看回来。但马东老师被打了之后素质非常高，都没有还手，
直接捂住自己刚割的眼袋说报警。最后就报警了嘛。报完警我就准备去把那个秋裤收下来，但杨天真老师制止了我，他说我要保护案发现场。我尊重，所以这条秋裤就这样飘荡着在客舱落地了。落地后，警察上来也没有想到，我的飞机上3个人因为一条秋裤打了起来。他把我叫过去，你作为一个乘务长，这么简单的问题解决不了吗？哪个要你就给哪个呀。我说有没有可能是哪个都不要呢？说完，我带着警察进客舱，我说来。一进去，我们2个就看见3个人扯着2条裤腿打，咚哧打哧噼里啪啦的。事态已经无法控制了，警察很快把这群秋裤子乐队带走了。下飞机之后，我还是写了很多材料报备这个事情，最后还是被投诉了。我后来想了一下，反思了一下，可能当时确实是我处理的不够好。我就应该直接用那条秋裤把我吊死。最后我发现，其实工作这么多年来遇到的事情，从来都没有按照所谓的模拟过来发生。我做再多的准备，突发事件依旧会不断的刷新我的人生难度。但是我总结出一个经验：只要我勇敢面对，付出真心，我就一定能获得真心的投诉。所以希望大家多谅解他人，少两条秋裤。谢谢大家，嘻哈。